不对啊，这明明是我的如意居。池二公子，怎么是你？我说嫂嫂，新婚之夜你不在我大哥房里待着，跑来我这儿做什么？难不成你也吃醉了酒？姑爷小姐，发生了何事？大小姐，怎么是您？玉珠，我还想问，你家小姐呢？糟了，肯定是上花轿的时候弄错了。二小姐该不会去了世子爷院里吧？上一世，妹妹在我茶里下了药，我察觉不对，及时换了回来。我在池家熬了10几年，恭谨谦卑，任劳日怨，换来的只有婆母的冷眼和夫君的漠视。直到我撞见了她和我的亲妹妹。长姐，这侯门主母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他们联手将我赶到庄子上，我死在了那里，他踩着我坐上了那个位子。老天既让我重活一次，这一世谁也别想再骗我。这屋子怎么突然冷了？既然弄错了，换回来不就得了？大小姐，您去哪儿？世子那边。谁说我去咸松院？老夫人的院子。你带路。我？侯府上下我初来乍到，总不能摸黑乱闯。池二公子不会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吧？行行行，走吧。好歹我也是新郎官，怎么跟领路小厮似的？得，老夫人已经歇下了。求老夫人替我做主。嫂嫂，说句不合时宜的，你这哭功是练过的吧？新婚之夜，遭人偷梁换柱，求老夫人给沈家一个公道。老夫人出来了，你就别哭了啊，怪吓人的。你还有脸叫我长姐？大喜的日子出这种事，岂有此理？谁来给我说清楚？祖母，说来也简单，我掀了盖头，发现里边坐的是嫂嫂，嫂嫂掀了盖头，发现外头站的是我，两边都懵了。多大点事？景玉呢？人在哪里？唐宁，你放心，这事必不会这么算了，我一定会让景玉给你一个交代。禀老夫人，奴才去了咸松院传话，世子爷那边已经歇下了。什么叫已经歇下了？奴才叫了几遍门，院里的人说世子爷吩咐了，今夜任何人不见。他发现人不对，没换回来，这就睡了。孽障，让他们赶紧滚过来！张姐，你还有脸叫我长姐？沈唐宁，你疯了！有什么冲我来？干熹微什么事？世子，一切皆因我而起，长姐怨我也是该的。这不过是个意外，他有什么资格怨你？新婚之夜人都睡了，这叫意外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池世子，上花轿之前，沈熹微的丫鬟就在我身边，到了侯府揭了盖头，才知道弄错了人，这叫意外。你心里清楚是不是意外？我也清楚。世子，这一巴掌后，我们便两不相欠。今日之事，还请侯爷老夫人给我沈家一个说法。你说吧，要什么说法？我父亲是户部尚书，我母亲出身谢氏望族，世子嫌弃我，那便是嫌弃了沈家，嫌弃了谢家。唐宁，你是母亲认定的儿媳，这一点谁都改变不了。至于熹微，只能委屈她做个妾了。侯夫人，嫂嫂处置的真是妥帖，一个做妾，一个当正妻，只苦了我们二房，这亲是白娶了。
侯夫人说笑了，我沈家家风清正，也并非那等卖女求荣的破论，断没有二女共侍一夫的道理。池二公子人不错，我看不如将错就错。张姐，你不是想当侯门主母吗？啊！什么？臭小子，还不快叫夫人！等等，娘，您先冷静。冷静什么冷静？沈家嫡长女，户部尚书的千金，你上辈子烧了什么高香？母亲，这门亲事本就是侯府和沈家定的，既然大房不要，我们二房接着，亏不了沈家面子。唐宁，你当真想好了？老夫人，我想得很清楚。迟燕那孩子不学无术，名声也不好听。你是尚书府嫡女，嫁过不学无术也好过薄情寡义。罢了，既如此，便依你。你听到没有？沈家嫡女，人家主动说的，你可给我争点气。妈，您松手，袖子要扯烂了。扯烂了也值，你这辈子还能娶到比他更好的不成？人家也不是自愿的，是被逼到这份上。管他什么缘由，进了门就是我儿媳妇，狐朋狗友全给我断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给我找了个媳妇儿，倒像是给我认了个爹。嫁了你这么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这辈子都完了。你方才在祖母院里还说我人不错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那怎么办？那要不然我们和离？和离？那不如我现在就勒森死你，再找根绳子吊死好了。别冲动嘛，那你想怎么办？池景玉和沈西薇早就暗通估局，今日的换嫁是他们一手促成。横竖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呢？你咽得下？你咽不下，绝对咽不下，那能怎么办？我大哥是世子，我拿什么和他争？命运是握在自己手里的，你不去争，不去抢，怎么知道争不争得过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读书，考取功名。要不你还是勒死我吧。晚了，你我同在一条船上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反正今后我过的不能比他沈西薇差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做人攀比心不能那么强。那什么，我去睡书房。新婚之夜，你抛下我去睡书房，是想让我沦为整个池家的笑柄吗？那我可以打地铺。那还不如睡书房呢。委屈你了。只要能跟世子在一起，妾身不委屈。夫君，3日后长姐回门，沈家人若是问起来，沈家那边我来应付。至于池燕那边，一个纨绔而已，翻不出什么浪。夫君，起床了。小姐，姑爷起了吗？奴婢伺候小姐梳洗。进来。小姐昨夜睡得如何？尚可。东院那头可不大好，听说侯夫人院里摔了不少东西呢。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对了，待会儿请过了安，你去趟东院，拿着清点的册子，把我的嫁妆拿回来。奴婢明白了。去把姑爷叫醒，该去给爹娘敬茶了。姑爷，姑爷该起了。夫君，起床了。再不起来，敬茶就迟了。至于吗？二少爷，二少夫人到。给祖母请安。起来吧。给爹娘请安。乖孩子，快起来。爹，请喝茶。好茶，好茶。娘，请喝茶。娘替你撑腰，爹替你揍他。这才第1天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你还认我这个母亲呢？行了，别误了时辰。母亲，
请喝茶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的身份不够格做侯府未来主母，这一点你自己承认吧。妾身知道了，夫人，身子不舒服。小姐，您看看谁来了？奴婢来迟，小姐受委屈了。嬷嬷来了就好。夫人听闻这事大为震怒，二话不说就要来兴师问罪，老爷给拦了下来。夫人托奴婢带话，问您想怎么着？嬷嬷，你说沈西薇一个庶女，哪来的那么大胆子，敢在大婚之夜瞒天过海？小姐的意思是有人推波助澜？方姨娘没那个能耐。老爷他怎么能？嬷嬷，你去回了娘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与迟燕的婚事是女儿自愿，至于其他的，嬷嬷放心，他们一个都别想逃。列位看官，今儿个这桩奇事可比戏文还精彩。宁远侯府大喜之日，嫡女嫁了庶房庶女，倒嫁了嫡子。沈大小姐可是燕京出了名的贵女，就这么嫁了个纨绔？可不是嘛，命啊！小公子性子冲动，必是要去替他长姐出气，可他下手向来没个轻重，大出好歹可怎么是好？姨娘思虑周全，不如派个小厮去宫门口守着，给老爷递个话。也只能如此，去京兆府也透个风。老爷没来之前，好歹拦着些，别真闹出人命。迟燕那个狗东西在哪儿？打听到了吗？回小公子，打听到了。迟燕那小子现下正在四宝斋呢。好啊，新婚头一天就去鬼混，备马！看小爷我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！师兄，往日没看出来，你小子竟是有大造化的。怎么样，娶了个天仙回家，昨晚没少偷着乐吧？我说乌鸦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看他还不乐意了。人沈大小姐才貌双全，你还有哪里不满意的？去，不说这个。翠翠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，咱们能不能一雪前程就靠你了。给区区取名叫翠翠，亏他想得出来。翠翠加油啊，干他！回去给你加餐。迟燕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喂，好像有人叫你。兄台，什么仇什么怨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乌鸦，保护好我的翠翠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你那屈子呢？你竟然还敢背着我姐养女人！什么女人？翠翠是谁？我的蛐蛐啊！他说养女人，谁让你取这种名字？翠翠怎么了？多好听！这只黑的不行，翠翠能赢。有眼光，不愧是我小舅子。半刻钟前还要打你满地找牙！沈慈，住手！小姐，老爷这时候应该还没下旨，怎么来得这样快？想想这事对谁有好处，便不难猜了。沈慈，住手！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自己干了什么事儿，心里不清楚？我和姐夫聊聊天，叙叙旧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岳父大人，本官接到消息，说这里有人聚众斗殴。谁胡追的？我和姐夫不过是切磋一下武艺。就是自家人的事情，能叫斗殴吗？既是切磋，为何将人家店砸成这样？老李啊，今儿对不住，待会儿混坏的东西都记你二公子账上。得嘞，二公子。刘大人，我看今日之事，兴许有什么误会。沈大人说的是下官冲动了，没有事先调查清楚。哪里的话，刘大人公务繁忙，偶有疏漏也是正常。唐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父亲，女儿来接夫君回家。你能想开就好。父亲公务繁忙，女儿就不留您了。回门那日再带着夫君登门拜访。回去再跟你算账。阿姐，夫人。阿慈，姐姐知道你是出气，但你也看到了，你姐夫人还凑合，你此番着实太过冲动。
回去闭门思过。我听阿姐的。我也回去闭门思过。阿姐，你要是过得不开心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好。你这弟弟下手忒重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揍我一顿。你瞧瞧，这得吃多少肉才能养回来？阿慈冲动易怒，听风就是雨，难免有失分寸。我替他向夫君赔礼道歉。不过今日夫君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新婚第一日，你就抛下我跑去玩乐，昨夜答应我的，你可是都忘了？我好像没答应你吧？你别哭啊！那夫君答应了？答应了吧？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你个臭小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怎么敢的？娘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，新婚第一天就跑出去鬼混，你是不是嫌你娘操心操的不够多？不是我先动手的，是他弟弟来找我的。人家弟弟揍你，那是你活该。娘，这是做什么？这事本也不是夫君的错。就是，又不是我先动手的。你还有脸躲？娘，这可就误会夫君了。今日之事，盖因舍弟年幼行事冲动，夫君不同他计较，已是大度。读过书的人说话都这么好听吗？这么一看，他这夫人也没那么凶嘛。那也是他不对，新婚第一天不在家陪着你，将你置于何地？娘有所不知，夫君稍才已经答应我，日后会好好读书，专心考取功名，争取一举蟾宫提贵。啊？他有说后半句吗？此话当真？乖儿子，娘竟没看出来，你还有这等志气。娘。我儿，最近想吃什么？娘让小厨房给你做。天要热了，夏衣也要裁一批，唐宁的也一起做了。对了，你那些笔墨纸砚，通通换掉，咱们不差这点钱。最近有点馋蟹了。行，还想吃什么？那个清蒸鲈鱼也不错，都安排。我这夫君八成是没尝过捧。小姐，嫁妆已经尽数抬了回来，一个没落。您都不知道，奴婢拿着册子一一核对的时候，侯夫人的脸都绿了。嬷嬷办事，我自来是放心的。对了，我之前嘱咐嬷嬷留意的事如何？小姐料事如神。您出嫁当晚，院里的二等丫鬟璎珞果然去了趟方姨娘院里，平日里讨乖卖巧，没成想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且看看她能为她的主子做到什么程度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。她来做什么？炫耀自己抢了小姐的婚事吗？嬷嬷莫急，二妹这时候来找我，许是有什么要事也说不准。请她进来。西院可比东院富丽堂皇多了，不过有钱又怎样？一群上不得台面的暴发户。见过嫡姐。正值新婚，二妹不陪着世子，怎的有空来我这儿了？长姐，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。我知晓你心里怨我夺了你的婚事，可我也是没法子。好妹妹，告诉姐姐，是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，逼你同我换亲吗？那人是谁？我替你杀了他。瞧你吓的，我同你玩笑呢。长姐，是父亲逼我的。二妹妹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父亲向来疼我，岂会这般待我？更何况我还是嫡女，他将你我换亲，能得什么好处？这就承受不住了。长姐，我知道你不愿相信，可如今我也落得这般境地，难道还会骗你不成？你仔细想想，若没有父亲准许，我岂敢在大婚之日瞒天过海，还进行得如此顺利？雪清，将二小姐扶起来。二妹妹，你说此事是父亲所为，那你倒是说说，
他为何要这样做。我也是从姨娘那儿偷听来的。父亲说，他在朝中地位水涨船起，陛下近几年对他多有不满。如若沈家与侯府成功联姻，恐怕会愈发引得陛下忌惮。但长姐与侯府的婚事自幼定下，没有转圜的余地，所以恐怕只能委屈了长姐。沈熹微不会这么好心，她的话只能信一半。但有一点她没说错，为了自保，为了前途，她第一个舍弃的就是我，其次是母亲。小姐，长姐，你没事吧？二妹妹，多谢你提醒我，否则我怕是要一辈子蒙在鼓里。我也是心中有愧，不忍看姐姐被欺瞒至此，沉浸在父亲虚假的关爱中。二妹妹，你来我这儿只是为了提醒我。我想求长姐助我，成为世子夫人。我家小姐大度，不同你计较已是万幸，您可别得寸进尺。二妹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可没这么大能耐。你和世子情意相投，求他可比求我管用。长姐向来聪慧，也知道只要有侯夫人在，她便不会允许我抬正。那是你的身份问题。侯夫人但凡脑子没坏，也不会任由一个庶女成为世子夫人。长姐何必挖苦我？你我姐妹互为妯娌，相互照应，不比将来你寄人篱下，看世子夫人脸色过活强。你若执意，念在姐妹份上，姐姐我便给你指两条明路。这一码，你目前最大的阻力是侯夫人，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身体有个毛病。若侯夫人一病不起，便无暇操心世子婚事。那第二条呢？二嘛，妹妹不妨指望自己的肚子争点气，一举得男，给世子生个长子。若还是世子唯一的儿子，那就更好了。我随口说说，二妹随便听听。至于要不要采纳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小姐何必那般好心给她出主意？嬷嬷说笑了，我可不是好心。熹微，世子特意来接我的。沈唐宁欺负你了？没有的事，长姐心里还怨我，也是应该的。哈哈哈，怨你确实是应该的。你抢了我夫人的婚事，她不怨你，难道还谢你？二弟，怎么跟你大嫂说话的？大哥记错了，侯夫人可没承认咱府里有世子夫人，我哪来的大嫂？那你也不该这样说话。我夫人被人背后编排，我还不能替她讨个公道了？我这人护短的紧，往后这种没根没据的话，可别再让我听到了。你成了亲，也该收敛些，别成日无所事事。斗区区怎么了？这里头学问大着呢，让大哥你去，还不一定能赢呢。姑爷回来了。藏哪儿呢？要是被发现了，肯定给我有多远扔多远。翠翠啊，翠翠，你就先在这儿委屈一下，晚上咱们再聊。夫君在找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有个小玩意儿丢了。那要雪清他们进来帮忙一起找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成。哪来的虫子？在哪儿呢？现在没了。我的翠翠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翠翠，小姐姑爷怎么了？这只翠翠对你很重要吗？她陪着我赢下了大大小小的战役，意义非凡。唉，你那也是本能反应，不怪你。抱歉，不知是你养的。要不这样，改天我陪你再抓一只。啊？虽然比不上翠翠，但我会努力抓一只，向你赔罪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那行吧。
不过夫君说好的读书可不能赖账。我就知道。夫君怎的这副表情？可是娘同你说了什么？夫人，你爹他打人吗？真打呀？夫君大可放心，我父亲好脸面，不会众目睽睽下让你难堪的。我就说嘛，岳父大人好歹是2品尚书，断不会同我一般见识。厨房那边叮嘱过了，姑爷的口味暂且不知，且都备上一些。您就等着瞧吧，那赤焰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见过老爷。你是唐宁院里的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老爷，是小姐的一些东西，没什么用处，小姐让奴婢帮忙处理掉。拿给我瞧瞧。父亲，孽女！阿姐，阿宁！岳父大人，好大的气数啊！父亲这做什么？女儿做错了什么，引得父亲如此大动肝火？便是阿宁有过错，老爷何不坐下好好说？回门的日子，在门口就让他没脸，还害得姑爷平白遭殃，岂不让外人看了笑话？父亲，你怎么能打姐姐呢？好，我一个个都帮着他说话，也不看看他干了什么混账事儿！我养的好女儿，竟教你与人私相授受！老爷，这其中必有误会，大小姐肯定不会做出这等事。若无证据，我岂会空口无徐？这分明是他的字迹，难道还是冤枉他不成？你先看看，父亲仅凭这个就断定女儿与人私相授受，甚至不愿听女儿解释，便直接定了罪。这还不够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岳父大人这话说的，罪犯尚且还有辩白机会呢，您是唐宁父亲都不愿意听他解释？好，哼，你说这封信不是你写的，可有证据？父亲且看，女儿平日用的纸都是诚心堂纸，坚洁如玉，房里都有定数，并且女儿落笔前必以特制花香浸纸，香味数月不散。这纸的确是诚心堂纸，但无半点香味，许是放置久了，香味散了。长姐，我随口一说，并非疑心你。哪里的话，二妹妹思虑周全，我当感激你才是。若如二妹妹所说，放置久了香味散，那为何这纸上的墨痕，瞧着竟还是新的？即便如此，你也洗不清嫌疑。墨痕是新的，可以是近日写的，纸上无香，也可说是没来得及。到了这个份上，父亲还是不信姐姐。你心里既已定了罪，还多说什么？混账！为父这是实事求是，若不彻底洗清嫌疑，传出去毁的是整个沈家的脸面。父亲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人模仿我字迹，足以以假乱真，但百密一疏，他漏了一处细节。什么细节？夫君有所不知，我幼时学字贪玩，老是把怀写成准，后来能分清了，这个习惯也改不了。母亲还曾笑话我。是有这么回事，太子殿下还借此打笑你，怎么不叫他阿准表哥？夫君且瞧瞧。这倒是有意思，这人怕是不知内情，模仿也学不像。岳父大人，这下可满意了？既如此，唐宁，是为父误会你了。父亲不必向女儿道歉，您打的人不是我。长姐，姐夫想来也不会同父亲计较。二妹妹倒是大度，挨了打的是我夫君，你倒是会慷他人之沟。你一个做女儿的，同自己的父亲斤斤计较，像什么话？想来是巴掌没落到自己身上，世子不知道疼。父亲一向赏罚分明，
知晓自己做错了事，怕是要愧疚的晚上睡不好觉。我这做女儿的也是为父亲着想。迟燕，是岳父没调查清楚，方才一时冲动，委屈了你。岳父大人，我皮肉受点损伤不打紧，可我夫人怕是心里委屈得很。去看看，嬷嬷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小姐，奴婢来了。小蹄子，见了老爷夫人还不跪下！秦嬷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嬷嬷，你来说。老爷夫人，小姐出嫁那日，奴婢亲眼看到这丫头鬼鬼祟祟出入小姐房间，奴婢怕她手脚不干净，偷偷跟了上去，这小蹄子竟去了寒丢院。老爷夫人，妾身冤枉！父亲母亲，姨娘绝不可能做这种事，定是误会。夫人，妾身只是听闻璎珞姑娘手巧，请她来请教落子罢了。老爷夫人是从那贱婢屋里搜出的。这只红宝石雕凤头钗，我怎么瞧方姨娘脏？这不是我前几日丢的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璎珞姑娘，没想到你手脚这样不干净。方姨娘你被主偷盗，这样的丫鬟我沈家再容不得，发卖了吧。小姐，奴婢知道错了，求小姐救救奴婢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我主仆情谊已尽，你求错人了。让两位贤婿见笑了。哪里的话，托岳父大人的福，不然哪能看到这样的热闹？夫人，宴席……我与阿宁和他夫婿有些话要说，过会儿才开席。老爷和世子自便。小婿有些问题想向岳父请教，咱们去书房聊。我已嫁了世子，娘还何必多事？方才差点被那小贱人拖下水。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在世子心中地位稳固些，是我小瞧他了。那封信本就是他写的，引我们上当，将计就计。他心机竟如此深沉。罢了，这次算他棋高一筹。不过他不会次次都这么好运。好孩子，脸还疼吗？岳母大人多虑了，我皮糙肉厚，没少挨打，比这重的多了。那不一样，阿宁是明是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原还担忧她嫁了人会受委屈，不过有你护着她，我也算放心了。上一世，娘至死都不知道她在池家过的是什么日子。阿慈，带你姐夫出去转转。我带他？不行。好，小舅子，你家这院子挺大呀。别叫我小舅子，那叫什么？阿慈，慈爹。你再叫一个试试。小舅子，走。阿宁，苦了你。方氏母女，以往是我瞧了他们，他们敢这么大胆，无非是有所倚仗。娘觉得呢？你父亲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他偏宠方氏这么多年，我可以忍，可他万不该将你也算计进去。璎珞呢？方才来了牙婆，已经把人带走了。劳烦嬷嬷替我留意他的去处，派人盯着，务必亲眼瞧着他咽气。奴婢知晓了。哼，美人如花隔云端，可惜是朵食人花，惹不起。夫君，我之前答应你的蛐蛐，不就是只蛐蛐，多大点事儿？你不提我都忘了，不用麻烦了。小姐，您的手怎么弄的？这等小事吩咐下人去做就是，何须小姐亲自动手？我能精通琴棋书画，捉个蛐蛐也不在话下。少夫人说，答应的事不会食言。他亲手捉的。少夫人，
夫君看书呢。这个偶尔放松一下，牢记结合，我懂。这是我让人搜罗来的，秋雨可能会用到。夫君瞧瞧，这些可够？这会不会太多了点儿？多吗？距离秋闱还有5个月，夫君1个月看2本，差不多能看完。1个月看2本，真当他是过目不忘的？这是做什么？同吃同住，陪着夫君同甘共苦啊！你管这叫同甘共苦？我甘，你苦。娘，夫人，算命的说我命里没带官字，考100回也考不上。那就先考100回。夫人有所不知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我读不了书也入不了仕，否则会家宅不宁，飞来横祸，还会英年早逝的。那就死，死了我管埋。你等过2日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朽木不可雕。夫君可要用心些，也别想着装模作样糊弄我，一会儿我要抽查的。夫君莫要嫌我苛刻，如今已是4月，距秋闱不到5个月，实在松懈不得。这是……我看夫君的荷包有些旧了，做个新的送给你。送给我的？这多不好意思。时候不早，今日不如又就到这里，夫君去歇着吧。歇什么歇？我还能看一会儿。夫君可莫要熬坏了身子。我心里有数。再者你也说了，离秋闱越来越近，正是应当用功的时候。没想到夫君竟有如此觉悟，那妾身就不打扰夫君用功了。好像有哪里不对。小姐这招委实不错，姑爷都主动用功了。吩咐小厨房做碗燕窝送过去，长夜漫漫，可别饿着夫君。小姐放心，奴婢省得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这才多久，夫人就打算给世子娶妻？那还能有假？我那老姐妹在夫人院子里伺候，她亲口说的。你想想看，自打世子纳了沈姨娘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夫人能不着急吗？若世子夫人进了门，分走了世子的宠爱，沈姨娘往后可难过了。听说你那侄媳妇怀上了，恭喜恭喜！可不是嘛，多亏了之前那老道士给的偏方，大夫说这一胎极有可能是个儿子呢。什么偏方这么管用？我也给我那儿媳妇试试。当值时间偷奸瓦滑，躲着教主子收干，此事若叫侯夫人知晓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两位嬷嬷莫急，此事我不与你们计较。不过我想知道那个偏方是什么。小姐，成了。尾巴处理干净了。小姐放心，我已给了那嬷嬷一大笔银子，过几日她便回老家了。辛苦嬷嬷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只是有些头晕，世子别担心。身子弱便待在院子里，少出来走动，省得磕了碰了还要赖在别人头上。母亲，熹微自幼体弱，许是真有不适，您何必太过苛刻？我苛刻？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。既然身子不适，那便请府医过来瞧瞧，究竟是个什么毛病。妾身听侯夫人。张大夫，仔细瞧瞧沈姨娘的身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如实说便是。回侯夫人，世子，姨娘脉如走珠，往来流利，这是有喜了。世子，我们有孩子了，这个孩子留不得。
夫人，妾身知道您不喜欢我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您放他一条生路吧。熹微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母亲要罚就罚儿子，不要为难熹微和他腹中的孩子。世子与二妹妹这般伉俪情深，倒是叫人好生动容。既如此，侯夫人何不成全了他们？是啊，大嫂，孩子是无辜的，那可是活生生一条命啊！好了，你早不做打算，如今木已成舟，还闹什么？母亲，孩子留下来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你就不伤心？好歹他也是你前未婚夫，跟你亲妹子有了孩子，你不难过？这是喜事，伤心做什么？他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女人了。徽微有孕后，吃穿用度极尽奢靡，可侯府外表光鲜，内里早被掏空了，宫中银子不够使。上月刚织的银子，这就没了？二少夫人，王管家怎么在这儿？找母亲有事？娘和王管家先聊，我不急。哎呦，二夫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今府里多了位小主子，老夫人放了话，一切先紧着那位，这开支可不就大了吗？等等，我没理解错吧？管家是来讨银子的，侯府何时落魄成这样？二少夫人有所不知，您嫁过来之前便是如此，更何况这事二夫人也是同意的。历来如此，便是对的吗？我还从未听说过哪家高门大户的开销是出自儿媳的嫁妆。这是二夫人自己的意思。若是老夫人有需要，二房孝敬一二理所应当，可花二房的钱养世子的孩子，我倒要问问世子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那王管家以后不必来了，从今天起，二房不会再补贴宫中。方才唐宁僭越了，母亲勿怪。好孩子，娘知你是为二房好，怪我们做父母的不争气，哪用看别人脸色过活。娘，所谓斗米恩，生米仇，您习惯性付出，便会被视作理所当然。这么多年，我看的还没你明白。您是当局者迷。他沈唐宁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打我的脸！夫人消消气，若是气坏了身子，岂不是让他看了笑话？这事儿有人能出面？他一个丫头片子和我斗，嫩了点儿。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池子，可有些人偏要在老婆子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，也不知安的什么心。我说的对吗，老二家的？母亲这话何意？恕儿媳不大明白。这事儿本不该闹到母亲面前，但我实属无奈。弟妹你也知道，母亲身子不利索，得用名贵药材温养着。如今府里艰难，晚辈节俭些也就罢了，母亲一把年纪，总不能让她也跟着受罪。二婶婶、二嫂，这事儿可就是你们不对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谁不得骂一句不孝啊？三妹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母亲也忧心祖母的身体，体谅大房不易。昨日还同我说，要不要将祖母每月的花销一并出了，孝敬祖母理所应当，二房绝不推切。公公也同侯爷世子一样，每月的俸禄尽数充公。可世子打点仕途的花销，沈姨娘养胎的开支，总不能也由我们二房出吧？老二家的，一家人分这么清做什么？你们手头宽裕，多帮衬点儿也是应该。等景玉在朝中站稳脚跟，要提携你家那个不争气的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祖母说的是，夫君近来很是用功，若是夫君日后做了官，
将来打点也少不了花销，说不定到时候还要仰仗世子疏通关系。你想得美！那好吧，看来侯夫人不太情愿。从今往后，大房出多少银子，二房就出多少，大家都没意见吧？你不知道广播剧主意声线的多厉害，侯夫人和老夫人的脸是一个赛一个的难看，可让娘好好出了口恶气。当真有这般厉害？不过娘，您这么着是不是不太好？平时不还教育我要尊重祖母？这要是让外人听了去……去你的！你什么德行，娘还不知道？那不是随了娘吗？真是傻人有傻福，唐宁肯嫁给你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哪有这么说儿子的？我也没那么差劲吧。就凭咱这张脸，少说也是风靡万千少女。你还真敢说？娘！臭小子，一惊一乍，想吓死你老娘！娘，夫君，你们这是……唐宁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厨房炖了银耳血麻羹，夫君读书辛苦，便给他端来一碗。雪蛤这玩意儿好像是补肾壮阳的，怎么它看着很虚嘛？好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夫君愣着做什么？赶紧趁热喝啊，凉了口感可就没那么好了。你不担心老夫人和侯夫人记恨上你，回头给你吃挂掉？一味忍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和得寸进尺，我不喜欢忍，我喜欢谋定而后动。是啊，一味的隐忍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。可惜这个道理他明白的太晚。